大家好，我是戈比老师。这段影片我们继续有关 SPCR Joint Dynamics 的介绍。在上一段影片，我们初步做好了审理灵滑的裙子，虽然它的质感还是太硬，代表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不过在调整之前，我们先把法露珊的裙子也设定好，还有两个人的头发也先做好一些初步的设定。这样方便我们借由两个角色的对照来说明 Joint Dynamics 剩下的一些参数的设定细节。我们一样从魔之屋下载法露珊的模型以及 Summertime 的动作档，然后再导入到 Blender。那如果有不清楚导入过程的朋友，请参考我之前 MMD 模型与动作导入这一部影片。法露珊的模型在这里有一点小 bug，它的围巾末端的坠子并没有连接到围巾，所以在播放动作的时候，坠子会留在原处。如果大家看到我这部影片的时候，原神官方还没有修正法露珊的模型的话，就请参考接下来的步骤来进行修正。首先，确认骨架显示开关，就是这个按钮是打开的，选择骨架，然后在 Mode 选单这边选择 Edit Mode，那选到其中的一个坠子，再按住 Shift 选择围巾末端对应的骨骼，然后按下滑鼠右键选择 Parent Make，再选择 Connected。现在切回到 Object Mode，按下 Play，看看坠子是不是有连接上。那如果连接上了，我们就再重复刚才的步骤，切到 Edit Mode，选择另外一个坠子，按住 Shift，再选择对应的骨架，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好，那现在这两个坠子就都顺利的连接上围巾了。接着我们就导出 FBX 档案。那在导出的时候，跟之前影片唯一的一点差别就是，原本我之前的影片会建议在 Armature 这个地方呢，把 Add Leaf Bones 这个项目拿掉。那现在我们不需要拿掉这一项，就直接导出模型跟动作档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法露珊的模型和动作导入到 Unreal Engine，那记得要勾起Import Morph Target 还有 Import Animations 这两项。现在我们已经导入法露珊的模型和动作档，那这是法露珊的动作档。在导入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两个没有动作的动作档，那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就是这两个档案。那另外习惯上我会把材质和贴图另外放到一个资料夹里面。另外，在导入 MMD 模型的时候，偶尔会看到某些部分的颜色并不是正确的颜色，而是呈现出黑色。那这些部分通常来讲是一些花纹啊，一些纹路，但是在导入的时候，它被当作是一般的材质。那这些部分我们就需要手动来修改它。这些部分所对应的材质球通常会有很大面积的黑色，所以要识别它们很简单。我们只要在材质的资料夹里面，好看到像这样子有大面积的黑色材质球，好像这个，还有这边，还有这边。打开这些材质球，我们先把贴图的 RGB 拉到遮罩这个地方，然后在 Blend Mode 这里也选成遮罩模式。那在存档之后，
这个部分就会改过来。好，那所以其他的两个材质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做修改。那在法陆三的部分也是同样的，我们这边的 G3、G4这两个材质也都用同样的方式来做修改。然后我们替法陆三建立一个 animation blueprint，在参考上一段影片里面神里灵华的这个 animation blueprint，一模一样的替法陆三建立好它的这个 animation blueprint 档案。法陆三的群词部分有15个骨骼链接那所以我们就在它的 JD 节点这个地方按加号建立这15个骨骼链接的资料。那因为这些骨骼链接的开头都是 Q 底线0，所以我们可以先把 Q 底线0这个部分先按下 Ctrl+C 复制一份。那这样子我们在搜寻这些骨骼链接的开头跟结尾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像这样子操作的速度就可以比较快一点。好，那现在这15个骨骼链接都建立好了。另外，我们也先来建立它的碰撞胶囊的部分。那我们可以一样参考神里灵华的资料，好，先把大腿跟下半身的碰撞胶囊给建立好。好，那现在这些碰撞胶囊已经建立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检查一下结构相关的参数。首先就是对于裙子而言 ，joint loop 这一项都应该勾起来，然后在结构的部分，垂直跟水平的结构，还有它们的碰撞也都应该要勾起来。然后是剪力，那剪力的部分的碰撞通常可以不需要打勾不过实际的情况还要再看个别的。好，那再来就是 bending 水平跟垂直的弯曲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勾起来。好，那这些都设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动作档连过来，在编译之后测试一下，看看会不会有穿模之类的情况。好，那目前这样子大致还可以。好，我们就接下来先来处理他们的头发的部分。我们先来看法陆山的头发，他的头发包括了左右两边的双马尾，还有这两个是左右两边的鬓角。那 F01是头上这一根呆毛，那剩下的这两个是它的刘海的部分，所以总共有7个骨骼链接。再来看神灵李华，那法01是后面的单马尾，然后这两个是左右两边的鬓角。那另外在单马尾的旁边还有2根垂下来的发带，所以它总共是有5个骨骼链接。我们先以法陆山为例，那首先在它头发的骨骼链接的部分，从右到左依顺序排列，先是右边的双马尾，然后是右边鬓角，再来是头上的呆毛，然后是右边刘海，左边刘海，左边的鬓角到左边的双马尾。那注意到这个排列的顺序是有可能影响到执行结果的，所以我会依照顺序排过来。那再来是 joint loop 这一项，我先勾起来。那原因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然后在结构的部分，垂直跟水平的结构还有碰撞的部分，跟裙子一样都是勾起来的。好，那剪力的部分也是勾起来，但是碰撞就不用勾。然后是
bending 弯曲的部分，垂直水平的弯曲。也就是说，不管是头发还是裙子，通常我们一开始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的结构设定。好，再来是碰撞胶囊的部分。那这里我设定的碰撞胶囊包括它的两边，从肩膀到前臂。好，那所以前面这个是左手边，然后这边是右手边到前臂。那另外还有脖子跟头部。好，那这些设定的数字细节我就不展示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那刚才讲到说，joint loop 这一项为什么要勾起来啊？我现在把它拿掉，再重新编译。好，大家会看到在右边的马尾这边呢，会无风自飘。哦，那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那但是 joint loop 这一项，它因为会把整个布料连成一个完整的环状，所以会让结构变得比较稳定一点。好，那当然这一项并不一定是每次都要勾的哦，我们可以看情况去做调整。那现在我把动作档连过来，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目前头发的效果。好，那目前头发的效果看起来虽然还不错，但是挑剔一点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这个两边的马尾其实就有点被限制住，没有办法随意的飘动。好，那至于裙子的部分，我们暂时先不去管它，这个参数我们之后再来做调整。而马尾之所以没有办法任意飘动，正是因为我们把它们全部都放在同一个节点里面。好，那所以这些结构线会互相牵制，也就使得头发比较不容易随意的飘动。好，那这里呢，我把刚才的这个 animation blueprint 复制一份之后，我把头发的每一个骨骼链接都拆开来了。所以左右两边的马尾、鬓角，然后呆毛，那刘海的部分就合并在一起。那这样子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包括马尾就垮下来了，那还有这一根呆毛也整个都垮下来了。而当我们把动作再连接上去之后呢，好，那现在因为这每一个骨骼链接之间没有横向的牵制，那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条头发都会自己很随意的飘动。那当然这样子有它的缺点，但是也有它的优点啊。那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去取得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妥协的方式。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在实际录制影片的时候所使用的 animation blueprint。那所以我把左右两边的马尾跟其他的部分的头发分开来处理。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左右两边的马尾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可以晃动的比较自然。而呆毛跟鬓角的部分就比较容易维持住它的形状。好，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马尾的部分呢，并没有像之前的这个整个拆开的时候垮的那么严重。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借由其他的参数的调整来维持住这两个马尾的形状。而神灵李华这边也是类似的做法，我把马尾跟两条发带放在同一个节点里面，然后 joint loop 连接上。那另外两边的鬓角放在另外一个节点。好，那这样子整体而言就有一个不错的效果。好，顺带一提的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SPCR Joint Dynamics 的节点，所以我们最好利用注解的方式，标注一下每一个节点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搞混。
那节点的标注呢，我们只要点在这个节点上头，那这边我们会看到有3个小点点，再按一下，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个说明的文字，好，那这样子就可以加注解在上面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JD 节点在 parameters 也就是参数这一个小节底下一些比较重要的项目。那为了方便展示呢，我先把这2个 animation blueprint 设成完全一样。那另外在这里我建立了一个场景跟 level sequence。那左手边的角色用的是原始的 animation blueprint， 那右手边的角色用的是调整过参数的。还有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你有打开 sequencer 的时候呢，那任何一个打开的 animation blueprint 里面的 JD 节点呢，都不可以打开 debug draw constraints 这一项。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打开的话，再按下 compile 编译，那立刻它就会宕机了，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首先是 use drag 垂坠这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会增加我们的裙子或者是马尾的垂坠感也就是说会让它变得比较稳定一点。那这个在视觉上也许并不会很明显，比如说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那右手边的这个是有 use drag， 那在跳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裙子本身右手边这边感觉稍微稳定一点，而左手边的裙子上下飘动的幅度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甚至像刚刚那样子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碰撞胶囊只设定到下半身，所以它翻动比较大的时候就跑到身体后面去了。其次是 resistance 阻力，还有 hardness 硬度。那 resistance 其实就是Kawaii Physics 里面的 damping 阻尼这一项，它会使得布料在受到力量的时候反应会稍微延迟一点。那通常我会把这个数字大概设 0.1 到 0.5 之间，那这里我就先设成 0.3。Hardness硬度就相当于 Kawaii Physics 里面的 stiffness 刚性这一项，那也同样的，通常我就把它设成0.1 到 0.5 之间。好，那这里我就把包括裙子还有头发在内都一样设定了这几个参数。那编译之后，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别。好，那这里我们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头发的外形会维持的比较好一点，它一开始不会完全垂下来。那这边布料它不会像左手边的晃动的那么大，但是看起来又不至于太僵硬。Parameters 这边比较重要的应该就只有这3项参数，那其他的像 gravity 就是重力，那跟 Kawaii Physics 不一样的是，这边的重力的数字就是输入我们真实的这个重力。好，然后drag 的这个系数大家可以自行去尝试看看，那通常我也不去调整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use lift，它会使得力的方向是相反的，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我想平常我们应该是不会特别用到这一个项目。那至于在底下的风力这一项，还有这边的摩擦力暂时我还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它们，所以我们就先把它们给跳过去。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最上面这边在结构的参数底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结构还有这个 shear 跟 bending 这边的
每一个项目底下呢，都会有一个 shrink 跟 stretch 这两组参数。我们在之前介绍过，JD 的布料的这些 joint 就是这些接点之间，相当于是有弹簧支撑住它，而这里的 stretch 跟 shrink 就是弹簧的强度，这些数字都介于0到1之间，数字越大，弹簧越硬；数字越小，弹簧越软。这里我直接给大家一组参考数字好了。除了垂直结构的 shrink 跟 stretch， 就是压缩跟伸长的部分，保持是 1.0 之外，其他所有的包括水平结构，还有剪力，还有弯曲的部分，那所有的这些压缩跟伸张全部都调整成 0.1。好，那调整完之后，我们重新编译。好，那现在在 sequencer 这边，我们一样，左手边是调整前，右手边是调整后。那包括头发，包括裙子的部分，我们都做了调整。那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管是裙子还是头发，在调整之后都变得比较柔软了。那这些调整的部分，我们唯独不调整垂直方向的结构，因为垂直方向它受到重力影响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把垂直方向也同样调成 0.1 的话，那在编译之后呢，裙子就会比较明显的往下拉，而且在整个舞蹈的过程当中，就会显得这个裙子的弹性有点太过强了，好，它会整个不停的上下晃动，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保留垂直的部分，不去调整它。那其实，在所有这些强度的部分，它也都可以用一个曲线去描述，好，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好，那使用这种描述的方式呢，是可以让布料的末端的部分看起来更飘逸。好，那不过其实这个效果并不会太明显。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试一下。那这里我就不再做展示了。还有一个功能要补充一下，就是在碰撞胶囊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左右两边的马尾，它的碰撞胶囊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那一个方法，当然我们就是把左右马尾的节点一起旋起来之后，建立好这边的碰撞胶囊。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先建立其中的一个节点的碰撞胶囊，就像现在在右边的马尾，我这里已经建立好它们的碰撞胶囊了。然后我在最上面的 Ret ID 这边给它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像这边我用10这个数字。那在左边马尾这里呢，我就不建立任何的碰撞胶囊，而是在 Ret ID 这边增加一个元素，然后在这个元素里面输入10这一个数字。那这个就代表说，对于这个节点，它会去读取有一个叫 Ret ID 是10的这个碰撞胶囊的定义，然后把它拿过来使用。那以后我要修改的时候呢，我就只要在右边的马尾这里去做修改就可以了。那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披肩的部分，特别要提到的是，因为披肩会跟裙子之间产生碰撞，所以其实我是在下半身的位置，就是下半身这一个跟骨骼那里呢，建立一个比较大的，能够这边它可以涵盖裙子的下半部，然后我再利用另外同样也是下半身这边，那我再建立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胶囊，
好，所以这两个胶囊就涵盖了裙子的部分。那剩下比较上半身的部分是在上半身2这边再建立一个大的胶囊，能够涵盖到胸部。好，那除此之外呢，我又在Read ID 这边把这个10这一组碰撞胶囊，就是我们的两手跟肩膀的部分也涵盖进来。好，最后这里就是我们整个都调整好之后的结果。好，请大家欣赏一下。那其实这里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脚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会穿过去的。那在我最后制作出来的影片里面呢，这个部分我是用U1 5.1的 FK Control Rig 先去修正了他们的姿势。那但是因为JD 目前还不支援 U1 5.1，所以我只好又再把动作档再导出成 FBX 档，那再导入回到这个 U1 5.0.3这个地方啊，那个过程稍微有一点点的麻烦啊，那但是我想 JD 应该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支援 U1 5.1，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U1 5.1里面去用 FK Control Rig 来做这些相关的调整。好，那以上就是有关这个SPCR Joint Dynamics 的完整的介绍，那就到这边，谢谢大家。